老公将辞职信砸在我面前，双眼通红的咆哮：“你疯了吗？辞掉年薪60万的工作去伺候我吗？”婆婆颤抖着扶住墙壁，泪光闪烁。我握紧手中的诊断书，平静地看着暴怒的丈夫：“你如果不愿意照顾自己的母亲，我来。”客厅里父子俩的争执声如炸雷。我转身走进厨房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公司总监的挽留信息。考虑清楚了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与李明相识于5年前的一次商务会议，当时我作为新锐设计师参与公司项目，他则是甲方代表。他儒雅的气质和专业的态度吸引了我，而我的才华与独立也让他刮目相看。短短3个月的项目合作，我们便陷入爱河。1年后步入婚姻殿堂，婚后的生活如同所有新婚夫妻一样甜蜜。李明尊重我的事业，我也理解他的工作压力。唯一的不和谐因素来自于他的母亲，一位传统而固执的老太太。从第一次见面起，婆婆就对我这个职场女性有诸多不满。女人就该以家庭为重，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算什么本事？我选择了忍让和理解，毕竟她是长辈，也是李明深爱的母亲。每个月我们都会抽时间去看望她，虽然每次见面都免不了一番唠叨，但家庭和谐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直到半年前，一切开始发生变化。婆婆在一次意外中摔伤了髋部，需要长期卧床休养。李明作为独子，自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。可他的工作实在太忙，经常出差，大部分照顾老人的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。小童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辛苦，但现在只能靠你了。李明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歉意。等妈好些了，我们再请专业护工。我点头答应，心里明白这是我作为儿媳的责任。每天下班后赶去婆婆家，喂药、翻身、洗澡、换洗床单，再匆匆回家准备晚餐，等待丈夫归来。周末更是全天候待在婆婆家中，两头奔波的日子让我身心俱疲，工作效率也大不如前。林小姐，这已经是你这个月第3次延期交稿了。总监周芳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满。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我们需要专业且高效的员工。对不起，我会尽快调整状态。我疲惫地揉着太阳穴，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到了极限。那天晚上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婆婆家，却发现她正艰难地试图下床。妈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来帮您。我连忙上前搀扶。我要上厕所，叫你半天没人应。婆婆甩开我的手，声音里满是责备。整天心思都不在这里，要你有什么用？我沉默地扶她去卫生间，心里却涌起一股委屈。回家路上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我拼命工作，努力照顾家庭，却仍然无法让所有人满意。1周后，医院例行检查，医生告诉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婆婆的骨折愈合很慢，而且发现了骨质疏松严重的迹象。她需要更专业、更全面的照顾，否则情况可能会恶化。医生严肃地看着我们，最好有人能全天候陪护，你得辞职在家照顾我。回家的路上，婆婆突然开口，语气不容置疑：医生都说了，我需要全天候照顾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颤抖。妈，我们可以请专业护工。我的工作，护工能有自己儿媳妇照顾的细心吗？婆婆打断我，再说了，请护工那么贵，
你辞职在家多省钱。我没有立即回应，心里翻江倒海。我的工作不仅仅是收入来源，更是我多年努力的成果和自我价值的体现。我刚刚被提升为设计部副总监，年薪60万，这在我们这个城市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薪资水平。妈，这件事我需要和李明商量。我艰难地开口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婆婆语气强硬。难道我这个做母亲的病了，儿子儿媳妇还不管不顾？我沉默不语，内心挣扎。李明是独子，婆婆只有她一个依靠。如果我拒绝，就意味着将照顾老人的责任全部推给丈夫，而她的工作比我更忙。但如果答应，我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终结。回到家，我将医生的话和婆婆的要求告诉了李明。他皱起眉头：妈，这要求太过分了。你好不容易爬到现在的位置，怎么能说辞就辞？可是你妈确实需要人照顾。我叹气道：我们请护工的话，每月至少要1万多，还不一定靠谱。钱不是问题，李明坚定地说，我不会让你放弃工作的。我感激地看着丈夫，心里稍微踏实了些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婆婆不断在李明面前抱怨护工照顾得不细心，吃的药搞错了，夜里叫人没人应。每次李明去看望她，回来后的情绪都非常低落。或许我真的应该辞职照顾妈一段时间。1个月后，我终于对李明说出了这个决定。李明震惊地看着我：你疯了吗？就因为我妈几句抱怨？不只是这样，我解释道，我现在工作和照顾两头跑，哪边都做不好。总监已经警告我好几次了，与其等着被辞退，不如主动离职，等你妈好些了再找工作。李明沉默良久，最终妥协：如果这是你的决定，我尊重，但请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和公司谈谈能否安排远程工作或者长假。我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第2天，我向总监提出了辞职申请。周芳惊讶地看着我，为了照顾婆婆放弃事业。林晓彤，你确定不会后悔吗？我不确定，我苦笑道，但现在这是最合理的选择。这样吧，周芳思考片刻，我给你3天考虑时间。如果你坚持辞职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；如果你愿意留下，我们可以讨论灵活工作安排。我感激地点头，将辞职信暂时带回家。那天晚上，李明出差在外，我独自一人思考着未来的路。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是婆婆。小彤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她开门见山。妈，我已经提交辞职申请了。我平静地说，不过公司给我3天考虑时间。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婆婆语气突然变得强硬。难道我养儿子是为了让他娶个只顾自己事业的媳妇，连婆婆生病都不管不顾？妈，您知道我一直在尽力照顾您，我努力保持冷静，只是现在要我完全放弃工作，你是不是嫌弃照顾我太累，嫌我是拖累？婆婆的声音开始哽咽，我这把老骨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早点。妈，您别这样说。我慌忙打断她，我答应您，我会辞职的，您别多想。挂断电话，我瘫坐在沙发上，突然觉得整个人被掏空。我拿出辞职信，在末尾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5年的职场拼搏，无数个加班的夜晚，刚刚到手的副总监职位，仿佛都化为泡影。我没有告诉李明辞职的最终决定，他出差在外，我不想让他分心。整理好辞职手续后，我开始全职照顾婆婆，每天往返于2个家之间。婆婆的情况确实需要专人照料，我帮她按时服药，
做康复训练，准备营养餐食，甚至学习了专业护理知识。渐渐的，婆婆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，虽然嘴上依然时常抱怨，但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深。小童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疲惫。一天傍晚，婆婆突然关切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太累了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没事，就是没休息好。”你辞职的事情，李明知道了吗？婆婆犹豫着问。还没告诉他，等他出差回来再说吧。我低头整理药盒，避开她的视线。婆婆沉默片刻：“你为了照顾我，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，李明应该感谢你才是。”我惊讶地抬头，这是婆婆第一次表达对我的肯定。妈，您是李明的母亲，也是我的家人，照顾您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天晚上回家，我收到了周芳的短信：“考虑清楚了吗？公司高层同意给你特批在家远程工作3个月，不影响职位和薪资。”我盯着手机屏幕发呆，这本是我梦寐以求的解决方案，既能照顾婆婆，又不必放弃事业。可我已经向婆婆承诺辞职，而且她现在的态度也有所缓和。我不想再生波澜，思考再三，我回复：“谢谢公司的体谅，但我已决定辞职，希望未来有机会再次合作。”3天后，李明结束出差回到家中，我没有立即告诉他辞职的事，而是准备了他最爱的晚餐，想找个轻松的氛围开口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李明一进门就发现了我放在茶几上的辞职信。这是什么？他拿起信纸，眉头紧锁，我的心跳加速。李明，他快速浏览完内容，脸色由疑惑转为震惊，最后变成愤怒。你真的辞职了，而且是在我出差期间。我想等你回来再告诉你。我尝试解释，你妈的情况确实需要有人全天照顾。你疯了吗？李明将辞职信砸在茶几上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辞掉年薪60万的工作去伺候我妈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我努力保持冷静。深思熟虑？李明冷笑：“是我妈逼你的吧？她一定在我背后说了什么。”正当我想解释时，门铃突然响起。李明怒气冲冲地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居然是婆婆，身后是我们请的临时护工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李明惊讶地问。我想来看看你们。婆婆的目光在我和李明之间游移，似乎察觉到了紧张的氛围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李明转身拿起辞职信，走到婆婆面前。妈，您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童辞职了，为了全职照顾您。婆婆脸色变得苍白，颤抖着扶住墙壁。我没有强迫她，没有强迫。李明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您不会用那套儿媳妇不孝顺，宁愿我死了算了的说辞吗？我快步上前。李明，别这样对你妈说话。婆婆眼中泪光闪烁，身体摇摇欲坠。我连忙扶住她。妈，您先坐下。客厅里的气氛凝固到极点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两手紧握，目光低垂。李明来回踱步，怒气未消。我站在中间，感觉自己像是暴风眼中的那一点虚假平静。我不明白，李明最终停下脚步，看着我。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一起商量？为什么不接受公司提供的远程工作方案？我震惊地抬头。你怎么知道远程工作的事？周芳是我大学同学。李明冷静地说，他担心你做出冲动决定，所以联系了我。一股被背叛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所以你们在我背后商量我的事情。如果你愿意等我回来一起讨论，我们就不必这样做了。李明反驳道。婆婆突然开口，是我的错。她的声音很轻，
却让我们都安静下来。我不该给小童施加压力，让他辞职照顾我。李明转向母亲：妈，您知道小童的工作对他有多重要吗？那是他花了5年时间才换来的位置。我知道，我只是……婆婆欲言又止，眼泪开始滑落。我只是害怕一个人，害怕被送去养老院。这句话像一把钥匙，突然打开了我们之间的心结。原来婆婆之所以执着于让我辞职照顾她，是因为害怕被遗弃、被送走。而我之所以答应她荒谬的要求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老人孤独的理解和同情。李明长叹一口气，在婆婆身边坐下。妈，我们从来没想过把您送去养老院，即使请护工，我和小童也会经常看望您，照顾您。可是你们都那么忙，婆婆小声说，所以我们需要合理安排，而不是让小童放弃事业。李明看向我，眼中的怒气已转为歉意。我应该更多的参与照顾您，而不是把责任全推给小童。我忽然感到一阵释然，也许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谁辞职照顾老人，而是如何在家庭责任和个人发展之间找到平衡，如何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被尊重和理解。其实，我想过一个解决方案。我试探着说，如果婆婆同意，她可以搬来和我们一起住，这样我即使接受远程工作，也能随时照顾到她。婆婆惊讶地抬头：你愿意我住进来？您是我们的家人。我真诚地说。李明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我可以重新安排工作计划，每周至少有3天在家办公，分担照顾妈的责任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们开始执行新的家庭安排。我联系了公司，说明情况，并表达了希望撤回辞职的意愿。幸运的是，周方早有准备，很快批准了我的远程工作申请。李明帮助婆婆整理行李，将她接到了我们家中。我们的公寓有3个卧室，其中1间闲置已久，正好可以作为婆婆的房间。我和李明精心布置了房间，添置了适合老人使用的家具和辅助设施。婆婆搬来的第1天显得有些拘谨，小心翼翼的活动，生怕打扰到我们。妈，这里也是您的家。我握着她的手说，你想怎么舒服就怎么来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3人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。我在家远程办公，方便照顾婆婆。李明减少了出差频率，每周保证至少3天在家工作。婆婆也开始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比如摘菜、叠衣服等简单任务，这让她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。小童，我以前对你有偏见。一天傍晚，婆婆突然对正在厨房忙碌的我说，我总觉得职业女性不懂得照顾家庭，现在我知道错了。我微笑着摇头，妈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。你放弃那么好的工作去照顾我，我很感动。婆婆继续说，但我更欣赏现在的你，既照顾家庭，又坚持自己的事业。李明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这番话让我心头一暖，曾经针锋相对的婆媳关系正在转变为相互理解和支持的亲情。李明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。你和我妈相处得不错吗？一天晚上，他躺在床上对我说，我都有点嫉妒了。我轻笑，别傻了，她毕竟是你妈，只是我们终于找到了沟通的方式而已。说真的，小童，李明语气变得严肃，谢谢你没有放弃工作，也谢谢你愿意照顾我妈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庭，共同的责任。我靠在她肩上，而且你也在努力调整自己，
分担家务和照顾妈妈的工作。3个月后，婆婆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，康复训练和规律生活让她的行动能力大幅提升，情绪也比以前稳定许多。我的远程工作安排也转为每周3天在家，2天去公司的模式，既能照顾家庭，又不耽误工作进度。小童，这个设计方案很出色。周芳在视频会议上表扬我，看来远程工作并没有影响你的创造力。谢谢，我微笑回应，反而因为有了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，我的灵感更丰富了。这不是客套话，与婆婆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我收获了许多意外的启发。她的生活经验和传统智慧，常常给我的设计带来不同角度的思考。而我也向他分享现代设计理念和数字技术，这种跨代交流竟然成了我们之间最珍贵的纽带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书房工作，婆婆轻轻敲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杯茶。别太累了，喝点茶休息一下。谢谢妈。我接过茶杯，注意到这是我平时不常喝的花茶，这是玫瑰花茶，对女性很好的。婆婆微笑着解释，我年轻时经常喝，对缓解压力很有效。我小心品尝，花香四溢，确实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，真的很好喝。谢谢妈。婆婆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犹豫着开口，小童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妈，你不后悔当初答应辞职照顾我吗？虽然最后没有真的辞职，但你当时是真心准备放弃工作的。我放下茶杯，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说实话，如果真的辞职了，我可能会有些遗憾，但我不后悔那个决定，因为它让我们3个人都有机会重新审视家庭关系，找到更好的相处方式。婆婆点点头，我一直以为儿媳妇就应该以家庭为重，现在才明白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，而家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支持，而不是相互牺牲。我补充道。婆婆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李明的父亲早逝，这些年我一个人把他拉着大，总担心没人照顾我的晚年。现在看到你们这样疼我，我知足了。这番心里话让我鼻子一酸。或许每个老人内心深处都有对孤独和被遗弃的恐惧，而我们年轻人常常忽视了这一点，只看到他们的固执和不理解。1年后的今天，我站在公司领奖台上，接过年度优秀管理者的奖杯。台下，李明和婆婆正微笑着为我鼓掌。颁奖典礼结束后，婆婆拄着拐杖走到我身边，恭喜你，小童，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完全可以平衡好工作和家庭。我惊讶地看着她，妈，你以前不是总说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吗？婆婆调皮地眨眨眼，人总是会变的，尤其是有个像你这样的好儿媳妇。李明搂住我的肩膀，别被我妈骗了，她现在可是你的头号粉丝，整天在老年大学的朋友面前炫耀她儿媳妇如何优秀。我们3人相视而笑，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。回家的路上，婆婆突然说，小童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感谢你的不是照顾我的病，而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庭。什么是真正的家庭？我好奇地问。就是互相理解，共同成长。婆婆语气坚定，而不是一个人牺牲成全另一个人。那晚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这1年多来的变化。曾经我以为婆媳关系就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矛盾，曾经我以为事业和家庭必须2选1，曾经我以为爱一个人就要为他牺牲一切。
现在我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牺牲，而是共同寻找让每个人都能幸福的方式。那张没有生效的辞职信，反而成了我们家庭关系转折的契机。我转头看向熟睡的丈夫，他的呼吸平稳而安详。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：如果当初我真的辞职了，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？我会成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，每天围着婆婆和丈夫转，还是会在某个时刻爆发，让家庭关系彻底崩溃？或许，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做出了什么选择，而是在做出选择后，我们如何共同面对结果，如何在困境中寻找最适合每个人的解决方案。而那些所谓的应该，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，儿媳应该孝顺婆婆，职业女性应该如何如何，她们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每个家庭不都该有自己的相处之道吗？窗外月光静静洒落，我闭上眼睛，心中充满感激，感谢那个险些毁掉我职业生涯的辞职决定。它最终没有让我失去工作，反而让我收获了更加和谐的家庭关系和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